比特币4年周期还存在吗？加密货币牛市结束了吗？在价格大幅回调和市场极度悲观的情况下，我们还应该继续投资加密货币吗？在今天这支影片当中，我会分享对于比特币4年周期以及后续市场走势的看法，相信一定会对现在迷惘的你有所帮助。我们都知道，自10月11日加密货币市场发生史上最大的爆仓事件之后，价格走势就非常低迷，只有小小的反弹，并没有立刻走出微型反转的趋势。在价格走势非常疲软低迷的情况下，市场当中出现很多看衰的声音，认为加密货币的牛市就已经结束了，会迎来一个类似于2022年的漫长熊市。关于看熊，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盲目的恐慌，其实背后有个很有说服力的依据，那就是比特币4年周期的循环已经走到了尾声，这往往意味着牛市即将结束，熊市即将到来。可能有很多朋友刚入加密货币市场没多久，不太清楚这个4年周期是什么意思，我在这里呢为大家简单科普一下。比特币4年周期循环其实是比特币网络每4年必定会发生的一次减半事件。这里的减半不是说字面意义上比特币的总量直接减半，而是比特币的挖矿奖励减半。简单来说，比特币是通过挖矿来产生新币的。这里的挖矿并不是真的在物理世界当中挖矿，而是一个个矿工们使用他的电脑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，从而验证比特币网络的交易，创建新的区块。这里的数学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能做数字的排列组合，直到能够找到一个符合特定条件的组合。而每当矿工成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，就会获得一定数量的比特币作为奖励。但是这个挖矿奖励并不是恒定不变的，每隔4年这个奖励就会减少一半，也就是说矿工们挖出的比特币会减少一半。比特币诞生之初的挖矿奖励是50个，在24年4月20日的时候，比特币发生了第4次减半，挖矿奖励已经锐减至 3.125 颗。比特币下一次减半会预计发生在28年4月份左右，奖励的话也会进一步降低至 1.5625 个。在减半机制的加持下，比特币就像黄金，拥有天然的抗通胀属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比特币会越来越稀缺，而且也正是因为减半的机制比特币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4年牛熊周期。因为每次减半都会导致市面上的比特币供应量减少，在供需关系的影响下，比特币的价格就会不断被推高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过往的循环中，都是在每次减半的第2年达到了牛市的顶点，然后慢慢进入熊市。比如说比特币2016年减半之后呢，2017年12月份达到了牛市的顶点，最高涨了接近2万美元。还有就是22年的减半之后，也就是隔年21年的11月份走到了牛市的顶点价格，达到了6万9千美元。而现在我们又再次来到减半的第2年，如果4年周期循环依然成立的话，或许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触碰到了这一轮周期的顶点，也就是10月初的时候，比特币上涨至 ATH All-Time High 最高点 12.6 万元。所以高下立断的话，我们可能还会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也就是说比特币这一轮还是有可能继续上涨，在明年1月份之前达到牛市的顶点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4年循环仍然成立，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周期的尾声，留给我们投资者逃顶的时间其实也所剩无几了。回到视频刚开始提到的观点，我认为加密货币市场可能没有4年周期的这个说法，接下来的话也有几个看法可以分享给各位观众，然后你去听一下感觉对不对。首先我认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流动性，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在过往的2个加密货币循环中，也就是17年和21年的2波牛市，明面上主要因素是比特币减半带动供需关系的变化，从而驱动整体加密货币市场的走势。但如果你仔细深究的话，你会发现这2波牛市和全球最大的商业周期以及流动性是密不可分的。17年全球商业周期处在复苏阶段，当时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当年经济增速的预期是在 3.6%， 认为全球经济回升的势头正在增强，而美联储则刚刚开始小幅度的温和加息。其实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呢，利率的话也仅有 1.5%， 而对比现在，即使进入到降息的通道，利率的话仍然非常高，在4到 4.25%， 和当年的宽松程度的话完全没法比。还有就是美元指数这个流动性指标，在2017年它基本上是一路下跌，全年走弱，对于风险资产的价格走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。所以说2017年全球范围的宏观环境其实是偏宽松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标普500大盘指数基本上是涨了一整年，加密货币市场也迎来了第一波大范围的牛市。2021年就不必多说了，疫情之后呢，全球大放水，货币端就直接降息到零利率启动量化宽松。
财政端的话是美国出台各种救济法，直接把钱发送到了每一个企业和老百姓的手中。正是因为有这种天然的流动性，才孕育出疯狂的2021年的牛市。所以综合看下来，与其把过去2个加密货币牛市之所以称为4年循环的牛市，倒不如说流动性放水的牛市。而目前美联储的利率仍然在高位，缩表的话还没有停止，流动性的话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，自然不会出现我们所期待的币圈疯狂牛市。但从这一点来看的话，这轮周期可能会被无限拉长，可能不会遵循过往的4年循环。再来看第二点，就是传统金融与加密货币市场的联系。传统金融与加密货币市场的联系呢，会越来越紧密。在过去几年，传统金融和币圈是相对独立的、相对割裂的2个市场。币圈的体量小，投资的机会很多，但可能会出现一些独立的行情。但是在最近1-2年，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最大的一个标志是24年年初的时候，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传统资金大幅进场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供需关系的结构。截至今年8月，这些现货 ETF 持有的比特币已经达到了130万枚，占总供应量的 6.5%。这个数字的话还是非常夸张的。在传统金融进场之前，加密货币市场的需求主要还是来自于散户和部分机构，而现在 ETF 提供了传统金融进场的入口，各大华尔街机构、各大养老基金以及传统世界的投资者都能够通过 ETF 更加轻松配置比特币资产。这些资金大多都不是投机的，而是长期投资、长期持有，这会大大提高比特币的下限，也就是说比特币价格即便出现回调，也依然有 ETF 这边的需求做兜底，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暴跌腰斩。最后一点的原因非常主观化，那我们都知道过往4年循环真正有意义的实际上只有2次，因为在2017年的那次循环中，山寨币才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，所以说统计的样本还是太少了，说服力并不是特别强。换个角度来看，如果4年周期的循环一直成立的话，那么所有投资者都选择在减半隔年的年底逃顶，然后等到减半年的时候呢，再重仓买入，岂不是永赚不赔？当大多数人都这么相信的时候呢，其实4年循环周期或许就已经失效了，因为市场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松的赚到钱。所以我现在更愿意相信4年的周期呢可能不存在了，或者说它变了一种形式。那这轮加密货币周期会受到全球宏观流动性的影响，被进一步拉长。那要说这个周期已经失效或者没有失效，可能还需要再看接下来的几个月，11月份、12月份和明年的1月份，行情非常关键。因为目前来看的话，一切还是比较正常的，还是按照原本的节奏在走，即便恐慌指数已经拉到这么极度恐慌的状态下，但确实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在走，只是大家对于赚钱的心思可能会更重。然后这次的市场参与者也跟以往不太一样，那么游戏规则的话可能也会进行更改，所以必须要问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，这一次的话是不是真的不一样了？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，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，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% 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，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，再者是去购买 Xcopy，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
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投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，解锁 SV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V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